有啊有都拿不久。人比较疏远一点啊，觉得人比较疏远一点。大家都说台湾人很热情啊。我觉得是现在就是年纪比较成熟的时候才会，就是都尽量听，但是有时候可能心里不完全会同意啊。以前的话就是不成熟的话就会马上反驳。我大学打工，我在 KFC 打工，1个小时是6块钱人民币。也就是30块台币不到，你女儿还小啊，但是从小就看得出，你知道吗？3岁看到老，她就是3岁已经很坏了，已经很叛逆了。是像到谁？像到妈妈，讲话把这逼掉。Go聊天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。今天是一期久违了的 Go 聊天吧的内容。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，是我的侄女 SJ。你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SJ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J。那我现在也有自己的频道，叫 SJ in Real Life。叫什么 ？SJ in Real Life。那我现在还是大学生，准备快要毕业。你是什么大学？我是政治大学。然后念的什么专业？教育系跟英文系。教育系跟英文系，高材生。你说你以后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？我目前可能会先朝老师这方面努力。老师方面的，未来就是教育小朋友，是哪种学校的老师？国中的老师，教什么？英文。教英文。OK， 对 SJ 呢，她的妈妈是跟我同辈，就稍微比我大一点，算是我一个姐姐。那她也是同样来自上海的一位新住民，上海的陆配。所以我跟她妈妈认识之后呢，她妈妈告诉我 ，SJ 也有在做 YouTube， 而且是偏向于时尚方面的 YouTube。那我觉得大家同样作为 YouTube 就很有话题可以聊一些创作者的痛苦啊，一些煎熬的事情。那另外呢，她妈妈因为也是上海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也是有蛮多共同话题可以聊的。就像你说你的经历，其实你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，那你觉得你跟上海的连接在哪里？就是你妈妈会每年带你回上海，对，所以最早一次带你回上海大概是什么时候？可能大概1岁吧。1岁就有回上海过。对。后来呢，有记忆的时候，那你大概是什么时候？有记忆的时候可能是幼稚园吧。幼稚园的时候就有记忆了。对。回上海那时候有记忆的第一个记忆的印象是什么？对于上海？外婆吧。哦，回上海。外婆家。那外婆是跟你讲上海话的吗？她也会跟我讲中文啊。讲普通话、国语。对。哦，没有讲上海话吗？也会啊。也会。那你听得懂吗？一点点。啊，你会有一点点。基本上都听得懂。有啊有都拿不久。BB 考验失败，没有听懂上海童谣，摇到外婆桥啊，台湾也有吧？好，听得懂。所以你的上海话，就是你会听上海话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妈妈平常会讲电话，就是用上海话。跟外婆打电话会上海话，所以你在旁边听就有部分能听懂。所以你妈妈每年都会带你回上海。对。你放寒暑假吗？还是放寒暑假的时候？那其实一回就回蛮久的了，1-2个月。对，差不多。住在妈妈上海的家里。就外婆家。外婆家啊。那吃上海菜吗？上海本帮菜吗？有啊。有没有什么觉得很好吃的上海菜？像是熏鱼。熏鱼哦，很会吃啊。烤鸭。什么鸭？烤鸭。烤鸭不算上海菜。上海是酱鸭，你有吃过吗？哦。酱鸭比较甜甜的，但不是皮脆脆的那种。我比较喜欢吃烤鸭。烤鸭是很好吃，对。还有。然后烧麦。对，我女儿回上海也很喜欢吃烧麦。台湾有吗？有啊，鼎泰丰。鼎泰丰有那种糯米的烧麦，里面是糯米的。有。因为我在台湾通常看到的就是里面是包肉的，就是像港式的那种烧麦，但糯米的比较少见。上海蛮多的烧麦。还有什么？生煎好吃吗？没有印象。汤包呢？上海汤包呢？小笼包。还好。菜肉馄饨啊，温州菜肉馄饨嘛。台湾都叫温州菜肉馄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温州馄饨。其实上海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撒白馄饨，柴片馄饨，它就是以前那种比较资源比较差的时候，用那个砍下来的柴来烧的那种馄饨，它烧的味道比较特殊，因为有烧柴的味道，所以那个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。现在应该找不到正宗的撒白馄饨。对，
但是馄饨其实就是一般的馄饨，就跟温州馄饨，台湾所谓的温州馄饨是差不多的。除了吃方面，你对于上海还有一些什么印象吗？有没有妈妈小时候住的弄堂带你去看啊什么的？会去外滩，会去外滩啊，然后城隍庙那些。你妈妈是把你当成一个外国人来上海玩的景点。妈妈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，也都会带我去那些地方玩啊，对啊，就去带你去上海的门面看一看，走一走。对啊，那你有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吗？从上海搭火车去过苏州、杭州。苏杭很近的地方，2个小时火车。对，你对于上海在中国大陆搭火车是什么体验？我记得开很快吧。开很快，火车都很快。对于环境有没有什么体验？有没有什么印象？我记得还不错啊。还不错啊。你在中国大陆没有搭乘过卧铺吗？对啊。那个是蛮独特的体验，就是台湾应该体验不到，睡在上面。尤其是那种绿皮火车，我们叫绿皮火车，就是最慢的那种，可能要睡个20几个小时坐在上面，非常压抑，但是也是人间百态，上面可以看到，很有意思。那你妈妈刚来台湾是30几年前，30几年前，她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些刚来台湾碰到的比较特别的事情，印象深刻的，或者是对于台湾的感受啊这些事情？就天气比较湿吧，人比较疏远一点觉得人比较疏远一点。大家都说台湾人很热情啊，怎么会你妈妈会觉得人比较疏远？被叫说是大陆妹啊什么之类的。你妈妈也很大胆啊，就这样来到台湾。那你知不知道当时外婆会反对她吗？她小时候跟外婆也不是关系那么紧密。你妈妈是比较叛逆的吗？不是，就是因为我外婆是警察的老师，她是警察学校的老师。那个叫什么教官吗？类似于教官。不确定。然后，所以是很严厉的人。就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。工作很忙。对对对。然后照顾她的人就是其他的亲戚。然后她可能就小时候都睡在沙发。对。所以在关系上会有一些疏远。对，就他小时候蛮苦的。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小时候跟妈妈的关系有没有很紧密？我们是从小都一起出去逛街。像姐妹一样。对，但以前的话比较会有争执。什么事情？就是他比较不善于沟通，因为他从小就不是被这样对待啦。就是大人说怎么样。就是不是平等沟通的。对，所以他可能不习惯我还要跟他讲沟通这样子，所以他也会对你进行像命令式的教育吗？也不是，就是比较小的时候会是都偏向他想怎么样，比较不会让我自己做独立的选择啦。是，对啊。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乖的，非常乖乖女那种感觉，也不是很叛逆。让我觉得他说什么你都会听的，也是会有争执。我觉得是现在就是年纪比较成熟的时候才会，就是都尽量听，但是有时候可能心里不完全会同意啊。以前的话就是不成熟的话就会马上反驳。对。那现在是更好了，就是会更委婉的来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。对。到底是当老师的人就是不一样，会掌握到心理。你们会教心理学吗？有啊。那我有个问题蛮好奇的，你会不会跟妈妈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聊天？政治的不会，你们都不关心政治，还是你也不太关心政治，是吗？台湾现在年轻人关心政治的程度怎样？你知道吗？就你们同学之间会聊起来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。对啊。那你们女生通常会聊什么话题？哪个明星比较帅？会吗？不会，就是可能最近有没有跟谁约会啊之类的，就是讲这种八卦，或者是讲自己同学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啊，这样子。就还是那种有说不好听点有一点在象牙塔里的感觉，就是社会上政治啊什么跟我没关系，是吧？但因为我们都还是大学生呢。是，对，因为我有问过我老婆果果，那么有小孩那么会说的一个人，她其实大学的时候也对于政治是非常无感的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是说给你妈妈听的对吗？你刚刚私下不是这样跟我说？什么？没有，开玩笑。那你跟同学聊天之后，你会知道他们有交往男朋友的一些人，
通常约会去哪里嘛？现在台湾年轻人，觉得不一定就看你的预算到哪里。说到预算，你一个月会有多少零花钱？我现在其实没有零用钱，因为我现在的花费算是蛮省的，因为我很常会去吃那一种一份150以内的便当，可能我银行账户里面如果没钱，然后刚好有需要转账什么之类的话，妈妈就会汇给我1万块。然后我就可以用很久啊，所以没有固定的零花钱。对。然后我如果需要现金去买便当的话，就是再从抽屉自己拿的。不是抽屉的钱哪里来的？妈妈，都是妈妈，就妈妈的钱。所以他是跟你财富共享，就是随便你拿。比如说你看中一件很想买的衣服或者是一个包包，那你会怎么去规划这笔钱？还是你妈妈打给你1万，马上去买下来，然后跟妈妈说我没钱了？如果有要买衣服的话，基本上都是跟妈妈一起。就算我自己一个人去逛街，我也都会拍给她看，觉得可不可以这样。然后她知道了，我才刷卡。那你现在有在做一些对打工吗？没有，因为学业也比较忙，对吗？还要准备考试什么的。对。优等生跟我们这样的就是不一样。什么？我们大学很早就开始打工了。我之前也有打工是做什么？我有在补习班。就是改作文啊，或者是解题啊。读书真的很有用啊，就是打工的性质都不一样，我们只能做体力活。你是做什么？我是做快餐店，快餐店炸鸡。在上海的时候。对，在上海。你们打工是怎么算薪资？我记得那个时候时薪，解题老师的话是1个小时210。好高哦，好高哦！解题老师210一个小时。我大学打工，我在 KFC 打工，1个小时是6块钱人民币，也就是30块台币不到。我那个年代啊，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。那个年代跟台湾的经济差距还是蛮大，包括现在其实，以最低时薪来计算的话，上海跟台湾的差距还是蛮大的。其实对。那你说你的 YouTube 内容是偏向于时尚类的，那你会有一个固定的采购时尚或者是穿搭的经费吗？不会，也不会。我其实原则上是不希望为了拍影片而去买东西，所以就现有的自己写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制造浪费，就做每件衣服都浪费很多水、很多资源，所以我在买东西的时候都是想很久才会买。对。整个就是非常乖乖女，真的很乖很乖。我的女儿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真的很安心，很放心。你女儿还小但是从小就看得出，你知道吗？3岁看到老，她就是3岁已经很坏了，已经很叛逆了。是像到谁？像到妈妈。讲话把这逼掉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去一家是二手店，二手服装店，然后让 SJ 现场帮我搭配一下，我们看看他的时尚品味如何。好啊。好，转场。你说你不太来西门町啊？对啊。所以你经常会去哪里逛？信义区。信义区是时尚人士的经常会去的地方。就是欣赏漂亮的东西。所以你蛮喜欢逛街的。对啊。看每家店的橱窗嘛。对啊。也会进去看看啊，有喜欢就试穿。那你蛮适合上海的，上海很多百货公司。可是很贵啊。因为我们以前做设计也是会涉及到橱窗什么的，其实很多橱窗的设计真的很有看点的，它会有一个主题什么。那现在年轻人出去玩，除了逛街，还会玩一些时下有一些什么东西，年轻人比较会喜欢玩的。就我跟朋友都就是约出来吃饭就找一家店吃饭。通常会找什么店？热炒店。意大利。意大利。美式简餐这样子的。或意式的。对。SJ 好像是一个很养生的人，那你会去夜市吗？几乎不会。几乎不去。所以你几乎晚上不太会出门。对。非常乖乖女，很让家长放心的女孩。那像西门町会有很多游客买的伴手礼那些东西，你妈妈回上海会带些什么东西回上海？我会买糖春。我也是回上海会买。还有那个凤梨酥，嘉德凤梨酥。嘉德凤梨酥那我还不知道。我会买糖春的牛轧糖回上海。对，你会从上海买什么伴手礼回台湾给同学？之前好像买过熊猫的小娃娃。熊猫的小娃娃挂件。对。
台湾的小孩过年过节收到红包，是父母帮你管吗？还是会给你？我记得我以前是没有被收走的吧？没有被收走啊？没有，所以都会在想要怎么花。所以你一直以来都没有固定的零花钱，这样吗？以前曾经有，什么时候？就是可能大一大二有住校的时候啊。那时候每个月多少？生活费12000吧。哦，12000的生活费。这个生活费是你自己要去缴那个房租？没有，只是吃东西吗？哦，够用吗？勉强够啊。勉强够。12000的话，一天算下来就是400块。400块哦，400块一日3餐，其实可以吃蛮好的。我之前把很多钱都拿来买衣服。买衣服对。那可以问一下你家里的衣服占了多少地方吗？占了几个衣柜？我的衣柜其实很小衣柜很小，就是两个大衣柜，2扇门，两扇门这样。2扇门就是普通的一个单人的这样衣柜。对。哦。然后会把不是当季的放在床下这样子。所以除了衣柜还有床下。对。哦，整个双人床下放满。对。真的吗？没有放满啊，一半啊。SJ 小朋友很老实。那你妈妈会给你设门禁吗？不会，因为我都不会太晚回去。真的很让人放心，很自觉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一家 Second Street 这家古着买取的二手服装店，来看一下。那我要给你出一个题吗？要帮我配成怎么样？它是偏日系的对吗？都有啊，都有。这一圈是他们已经就是把 Levi's 这个牌子集中在这里。我觉得这个牌子应该可以代表年轻这个代名词吧。你看像这里，它就有全新，还有原本吊牌的，这件原价是2500。那我们来看它这里，看一下它的吊牌啊，这里是900。哦，这么便宜。这件原价是4800，也是全新的。然后它这里卖3000。哦，也好贵哦。3000就比较贵一点。有点贵。那我想要年轻一点，适合西门町的这个范围，然后又有一点台湾的感觉，一看就是台湾的。这件年轻吗 ？OK， 好 ，OK， 我可以接受这件。装裤的话比较窄一点，然后牛仔裤的话就比较宽一点，所以灰色上衣的话会比较宽一点，就配窄的。我觉得这个配西装裤好了，对，然后绿色来配牛仔裤。现成这样子，观众可以记得。刚才我们的穿搭师 SJ 有帮我选了2套服装，各位观众觉得可以打几分呢？你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叫什么？可以再说一次吗？叫 SJ in Real Life。SJ in Real Life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去关注哦。那我们这一期跟 SJ 的聊天就到这里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 SJ 分享了一些作为一个陆配妈妈的2代，土生土长的台湾大学生现在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